花园养护。这些小杂草在这里生长得非常快。我们必须认真细致地完成工作。我把杂草连根拔起，这样它们就不会再长出来了。这是阻止它们的唯一办法。杂草会扼杀我们想要种植的小植物。它们吸收水分和有益的营养物质。我的背开始感觉很疼。我们可以在树下稍作休息。西红柿变得非常红。它们很快就可以采摘了。我喜欢新鲜有机蔬菜的味道。辛勤劳动会带来丰收。我们应该铺些覆盖物来抑制杂草生长。这是一个非常聪明且有效的想法。这将为我们节省很多时间。我去拿那袋覆盖物。我会把这排四季豆种完。花园现在看起来比早上好多了。安娜，我对我们今天的进展很满意。第2课，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。我们下次度假应该开车去南方。我想看看阳光和大海。听起来不错，佛罗里达州以其海滩和温暖的气候而闻名，对吧？是的，那里冬天非常受欢迎。我们可以去那里的大型主题公园游玩。我更喜欢去看天然的沼泽地区。我们可能会在水里看到一些野生鳄鱼。那将会是一次非常刺激的乘船旅行。我们还应该去附近的古城参观一下。圣奥古斯丁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。我喜欢了解早期殖民历史。南方的食物非常美味。我想尝尝著名的青柠派。我们应该带足防晒霜。那个地区阳光非常强烈。我会上网查询酒店价格。为了欣赏风景，我们应该住在海边。我非常期待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期。我会很早就启动汽车引擎。第3课，厨房职责。今晚我们这里堆了一大堆脏盘子。我现在就帮你把所有东西都打扫干净。厨房里有一个双槽水槽，我们就在那里洗碗。我们打开热水龙头，倒入一些洗洁精。我会用蓝色海绵擦洗盘子。我会用冷水冲洗它们。别忘了仔细清洗玻璃碗。我会非常小心地对待易碎物品。热水有助于去除油污。现在左侧水槽里全是气泡了。我需要一条干毛巾来擦干净的盘子。我会把它们放在金属晾衣架上。我们厨房团队效率非常高。今天柜台也需要快速擦拭一下。我将使用喷雾剂来杀灭细菌。
现在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光亮干净。我很高兴清洁工作快要结束了。辛苦工作之后，我们应该休息一下。我来给我们泡杯热茶。第4课，英语起源。英语是一种非常复杂且丰富的语言。它从其他文化中借用了许多词汇。英语中有很多词汇源自拉丁语。有些词语源自爱尔兰、苏格兰和威尔士使用的凯尔特语。我之前并不知道很多术语都有这样的历史。例如，威士忌一词源于凯尔特语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。法国人在很多年前也改变了语言。那是在1966年那场著名的战争之后发生的。没错，而且它为英语增添了许多正式词汇。如今，英语已成为全球商业的主要语言。它每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。每年都有新的科技词汇被添加到词典中。我觉得研究词源非常有趣。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历史。我们应该就这个特定主题撰写论文。我会在图书馆里找更多例子。我会将数据整理成一个清晰的表格。我将从第1章开始撰写报告。第5课，酒店预订。欢迎您今晚光临格兰德森林酒店。我想在这里住2晚。我会查询一下我们私人房间的空房情况。我更喜欢能看到花园景色的房间。标准间每晚100元，您想预定吗？价格包含早餐自助餐吗？是的，我们供应新鲜水果和鸡蛋，直到10点。这对我来说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。我需要你的护照和信用卡。这是我的文件和我的支付卡。您将入住305号房间。房间里有高速网络连接吗？我们为所有客人提供高速无线网络。我今晚需要用笔记本电脑工作。电梯就在拐角处。非常感谢您的帮助。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时为您提供帮助。我现在要回房间休息了。我会叫个搬运工来帮您拿行李。第6课，完美契合。这件外套的颜色很适合你。我觉得肩膀有点宽。你可能需要小1号的尺寸才能更合身。那我的身长呢？我的躯干比较长。这个长度非常适合你的高个子身高。我希望里面能穿毛衣。这里有足够的空间放一件厚羊毛衫。我会对着镜子试试小号的。我现在就把另一件外套拿给你。这款感觉更舒适，更贴身。
袖子的长度对你来说刚刚好。我喜欢走路时布料飘动的感觉。优质羊毛非常耐用且保暖。这款外套有深绿色吗？我们目前只有黑色和藏青色2种颜色的库存。我今天要那件藏蓝色的。我会在前台准备包裹。谢谢你帮我找到合适的尺寸。我会给你修改费用打折。第7课，全面发展。教育是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我认为学校应该教授的不仅仅是数学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由全面发展的人民组成的共和国。为什么这个具体目标对我们如此重要？因为没有自由，就不可能维护自由。人们也需要了解历史和艺术。品格与优异的成绩同等重要。我同意我们的领导者需要有同理心。一个好公民必须能够独立思考。我们必须鼓励孩子们提出许多有挑战性的问题。逻辑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做出非常糟糕的决定。一个强大的社会会关爱他的所有成员。我们肩负着孩子的未来责任。知识是驱散黑暗的光芒。我会阅读更多关于古希腊思想的资料。他们对公民义务有着非常强烈的看法。我们应该和学习小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我明天上午会邀请他们去咖啡馆。我会带上我最喜欢的政治学书籍。第8课，精明购物。今天这家店里人很多，非常拥挤。所有商品均享5折优惠。我找到了一双非常漂亮的皮靴。购物时能省钱，当然是好事。我们应该先检查商品的质量。我总是仔细阅读衣服上的标签。我需要一套新西装去参加商务会议。后面有正装特价促销。我们趁着最好的东西还没卖完，赶紧去吧。我想为妹妹挑选一份礼物。这些银表非常漂亮，而且价格便宜。她偏爱纯金首饰。如今黄金比白银贵得多。我还是去找一条小项链吧。我们在这家店里已经待了3个小时了。我现在准备付款了。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。我们需要耐心等待，才能享受到这些低价。我会排队等你看。第9课，历史之旅。我计划今年夏天去欧洲旅行。罗马是一座非常美丽而古老的城市。我想亲眼看看著名的罗马斗兽场。我也一样，参观历史古迹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
我们可以从古老的遗迹中学到很多东西。我想去梵蒂冈看看艺术品。我们应该预定博物馆的导览游。这是节省时间的一个非常明智的方法。我还想尝尝当地的意大利菜。披萨和意大利面享誉全球。我们还应该去佛罗伦萨看看。它是伟大文艺复兴的发源地。我会查一下火车票的价格。乘坐火车是游览欧洲最快捷的方式。我们需要带一双非常舒适的步行鞋。我们每天都要走很多英里。我会列出所有网站清单。我会在市中心附近找一家不错的酒店。我会打电话给中介确认日期。第10课，周末计划。一周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。我非常累，想休息一下。嘿，周末有什么计划吗？还没有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我正考虑去新开的电影院。我听说这部新动作片非常精彩。我们星期天也可以去徒步旅行。天气预报说今天会非常晴朗。我喜欢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。我们应该邀请其他朋友吗？是的，人越多，我们玩得越开心。我现在就给所有人发群消息。我们应该10点在公园入口处集合。我会带些三明治和冷水。我会带上相机拍些照片。希望今天的徒步路线不会太难走。这是一条适合所有水平的非常简单的路径。我期待着我们的小冒险。周6电影院见。第11课，晚餐清单。我们需要购买1周的食物。我列出了所有健康食品的清单。我们需要些牛奶和一些黑面包。好主意，我会把它们添加到我的清单里。今晚我们还需要一些鸡肉做晚餐。我也想做一碗健康的蔬菜汤。我们应该买些洋葱和一些大胡萝卜。家里盐和胡椒粉够吗？我觉得罐子里的香料足够了。我们需要买些水果做早餐。这些红苹果看起来非常甜美成熟。我要6个苹果和1串香蕉。别忘了帮我买点酸奶。我会选择脂肪含量低的那款。数字列表上还有其他内容吗？我们需要一些肥皂和一些纸巾。我会去隔壁货架找找。10分钟后在收银台见。我会尽快赶到。第12课，敏感肌肤。这家店里香水味很浓。
我正在寻找一款非常天然的面霜。这个牌子的产品含有化学成分吗？我希望如此，我想找到适合我敏感肌肤的产品。你应该仔细阅读配料表。这款产品宣称由纯芦荟制成。芦荟具有很好的舒缓肌肤的功效。它不会引起任何红肿或瘙痒。您可以先在手上取少量进行测试。这是检验反应的一种非常明智的方法。冬天我的皮肤也会变得非常干燥。你应该每晚都使用滋润度高的保湿霜。我要给自己买一瓶这种面霜。虽然有点贵，但是质量很好。健康值得为此付出额外的成本。我同意，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。我会把这个拿到店面前面去。我今天的购物结束了。我现在就支付这2件商品的费用。第13课，谈判准备。今天的会议上，我们必须态度非常坚定。对方公司希望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我们的服务。我们的产品质量远高于本地竞争对手。太好了，关于这次谈判，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对于长期合同，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折扣。这是一种非常公平的建立合作关系的方式。我将展示我们过去取得的成功数据。我会负责处理有关法律条款的问题。一开始，我们应该多听少说。了解他们的需求是达成交易的关键。我希望我们能在5点前签署协议。我已经把最终文件准备好，放在桌上了。你核对过日期和总数了吗？一切就绪，只等签字了。你是公司里非常有才华的谈判专家。我喜欢应对棘手商业交易带来的挑战。现在让我们充满信心地走进房间吧。我已做好充分准备，出色地代表我们公司。我将负责我们小团队的介绍。第14课，北极熊。去年冬天，我去了遥远的北方。你照片里的景色看起来很冷，很白。我们在北方露营时看到了北极熊。北极熊是白色的，体型非常大。它们在冰冷的海水中都是游泳健将。我看过一部关于它们在冰上生活的纪录片。它们现在越来越难找到食物了。冰川融化是因为地球变暖。我们必须保护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免受进一步破坏。它们是狂野而美丽的北极的象征。我看到一只母熊带着2只小熊仔。那一定是个非常感人的景象。我与野生动物保持了非常安全的距离。在野外，安全至关重要。
我永远不会忘记北方的寂静。我也想有一天去那个地方看看。这次旅行你必须带一件很厚的外套。我将开始计划明年的行程。我会把我的地区地图给你。第15课，小小的庆祝活动。我很高兴我们是好朋友。友谊是我们应该永远珍惜的东西。每个月你都会用什么小方法来庆祝友谊？我喜欢给朋友们寄手写的卡片。在如今这个时代，这真是一个非常贴心和周到的举动。我也喜欢给别人买一小杯咖啡。我喜欢散步，也喜欢进行深入的交谈。高质量的陪伴是你能给予的最好礼物。我们应该每个月尝试一项新的活动。我们可以去博物馆，或者听一场当地的音乐会。我会查看一下下周的本地活动。这也让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新鲜感和激情。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在我身边，倾听我的心声。在这里，你帮助我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。真正的朋友非常难得，也非常珍贵。我同意，约翰，能认识你我感到非常幸运。我们订块蛋糕庆祝一下吧。我现在要和你分享一块巧克力蛋糕。今天午餐的账我来付。第16课，非洲历史。利文斯顿博士是非洲一位非常著名的探险家。他想找到尼罗河的源头。他沿着西雷河前往尼亚萨湖。他继续与奴隶贸易做斗争，而如今奴隶贸易已被其他人接管。他想为当地人民带来公平贸易。他的旅程漫长而充满危险。他消失在丛林深处多年。一位名叫斯坦利的记者最终在那里找到了他还活着的他。历史将他铭记为一位非常勇敢善良的人。他帮助许多人更好地了解非洲大陆。我想阅读他旅行期间的个人日记。他们现在被保存在伦敦的一家大型博物馆里。探索未知领域需要极大的勇气。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向古人学习。我今晚要借一本关于他生平的书。我会去看一部关于他这项著名发现的电影。我们可以在下次休息时讨论细节。了解历史能让我们在当下更加明智。我会查到他出行的确切日期。第17课，项目分解。这个新项目规模非常大，也相当复杂。我担心今天能不能按时完成所有工作。我们绝对需要把项目分解成更小的部分。易于管理的部件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更容易处理。我将把第一个任务分配给设计小组。我将负责与主要客户的沟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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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将负责与主要客户的沟
我们必须每周一早上9点开会。每周更新将帮助我们保持正确的方向。我们应该使用数字化工具来跟踪我们的进展。这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否落后了。我将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夹来存放我们所有的文件。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合作方式。这个月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必须在本月初完成初始原型。我将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这项具体任务上。我会确保预算中有足够的资金。明确的角色分工是团队成功的关键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得很好。我现在就把计划写在黑板上。第18课，旅行建议。这是你第一次去纽约。我想去看看自由女神像和公园。在线购票可以避免排长队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你对这次旅行还有其他建议吗？你应该在工作日的上午参观博物馆。清晨时段人是不是比较少？是的，而且您将有更多空间欣赏艺术品。我想尝尝城里有名的披萨。有很多小店出售价格低廉的切片蛋糕。我还会带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。你将走很多英里的硬质路面。地铁系统对游客来说方便使用吗？是的，但你应该在手机上下载地图。我有点担心人太多。时刻注意周围环境。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这些实用旅行建议。我很乐意帮助你规划你的重要旅程。我会从城里给你带一份小礼物。我会等着听你们的故事。第19课，名片。如今结识很多人非常重要。建立人脉是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技能。在参加社交活动时，我应该递送名片吗？是的，这绝对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联系方式。小卡片上有我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。它能帮助人们在活动结束后记住你。我经常忘记遇到的人的名字。你应该在他们的卡片背面写个小纸条。这是记住我们谈话内容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。这说明你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话。我想在市场营销领域找一份新工作。今天来这里有很多来自大公司的经理。我打算至少和5个新朋友交谈。自我介绍时要充满自信，面带微笑。我在人多的场合会有点害羞。做你自己，说话要清晰明了。我要去和那个穿西装的女人谈谈。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，我都会在这里。30分钟后，我还会再见到你。
第20课，未来目标。这次活动对我们的未来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今天我可以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。那对我的事业来说将是莫大的帮助。你今天下午有什么具体目标吗？我想在一家科技公司找一份实习工作。你在计算机科学方面有着非常扎实的背景。我希望他们会喜欢我简历上的项目。你应该提一下你去年开发的那个应用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一个非常困难但也很有意义的项目。这说明你能够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。我还想提高我的公开演讲能力。你可以通过与这里的招聘人员交谈来练习。我会鼓起勇气问他们许多好问题。我相信你一定会给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。你来年的主要目标是什么？我希望以班级最高荣誉毕业。安娜，你是我认识的最勤奋的学生。我们现在就去和第一家公司谈谈。我会跟着你到那个蓝色的大展位去。第21课，海滩小径。今晚的海风非常清新。我喜欢看木板路上的人们。青少年们沿着海滩边的小路骑着自行车和轮滑鞋。他们移动速度极快，身手敏捷。夏季，许多家庭都会来这里散步。这里是游客非常喜爱的景点。我们必须待在界线右侧。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车道？一条车道供行人通行，另一条车道供车轮通行。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交通组织方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日落真美。我想拍一张水的照片。注意不要挡住快速骑行的自行车。我将暂时踏上沙滩。沙子还带着午后阳光的余温。这是一种非常平和的消遣方式。我每天下班后都会来这里。我真希望自己能住在这么美丽的海滩附近。欢迎您随时来我们镇上参观。第22课，学校接送。忙碌了一天后，我终于到家了。你今天记得去学校接孩子了吗？我以为你说过你今天会去。我们在早餐时商定了这个计划。对于这个重大错误，我深感抱歉。我们的儿子正在学校大门等候。我现在就回车里去。我会打电话给老师解释一下延误的原因。请告诉他们我10分钟后到。在繁忙的街道上不要超速行驶。市中心附近交通非常拥堵。我会为饥饿的孩子们准备一些点心。我非常内疚，因为我忘记了我们重要的计划。
我们应该在手机上使用共享日历，那样就能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下次我会设置闹钟。我此刻就要离开家。开车注意安全，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。我很快就会把孩子们带回家。第23课，旅行装。我们需要购买一些旅途用品。现在液体安全规定非常严格，商店通常会出售各种不同的商品。你觉得他们会有旅行装的洗漱用品吗？这里设有专门的小瓶装酒区。我需要一小瓶草本洗发水。我会去找一些小支装的牙膏。我们还需要一小瓶肥皂。这些东西正好可以装进一个透明塑料袋里。它为我的随身行李节省了很多空间。国际航班上不允许携带大瓶装水。我希望他们有我最喜欢的润肤露品牌。这款产品专为长途旅行而设计。我会带2瓶去度假。长途飞行，我们还需要带其他东西吗？一小包湿巾会很有用。我去隔壁货架找找。让我们付钱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航班了。我1分钟后会在收银台等你。第24课，古代猎人。这些古代文明拥有非常独特的狩猎方式。他们是如何猎杀如此大型的动物的？猎人们把子弹叼在嘴里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拿着它们？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更快的射击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。他们可以直接骑马进入牛群中央。他们的马一定非常勇敢，而且速度很快。在那个年代，速度是成功狩猎的必要条件。他们在野外生存的方式令人惊叹。为了生存，他们利用了动物的每一个部位。这些足智多谋的人没有浪费任何东西。大自然是他们唯一的食物和工具来源。现代社会，我们的生活与过去截然不同。研究过去有助于我们珍惜自己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些古老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。博物馆隔壁房间还有更多展品。我们去看看那些古代时髦吧。我将解释他们是如何制造那些锋利工具的。第25课，航班详情。我正在安排您此次商务旅行的交通事宜。谢谢你安排司机接我。好的，请提供您的航班信息以便接机。我现在就把确认邮件发给你。我的工作人员会在到达口迎接您。他们会举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我的全名。这样便于您识别。
这辆车是大型舒适的轿车吗？为了您的舒适，我们已为您预留了一辆高级车辆。我为这次活动准备了很多行李。司机将协助您搬运所有行李。如果航班延误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们实时追踪航班状态。对于忙碌的旅客来说，这是一项非常可靠的服务。您的安全和准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。我非常感谢您们高水准的专业护理。收到您的邮件后，我会确认所有事项。我期待这次旅行一切顺利。我稍后会把司机的电话号码发给你。第26课，牛奶的选择。我们早上喝咖啡，用完牛奶了。现在我会帮你选出最合适的那个。我今天应该买全脂牛奶还是脱脂牛奶？请给我脱脂牛奶，我正在控制体重。全脂牛奶口感更浓郁，更香滑。我希望避免摄入额外的脂肪和卡路里。和早餐麦片一起吃，好吃吗？这对我们的心脏来说是一个更健康的选择。我会查看瓶子上的有效期，确保它在接下来的1周内是新鲜的。这个还能用7天。我们还需要一些有机黄油和鸡蛋。我现在就把脱脂牛奶放进购物车。这家店有杏仁奶吗？是的，它就在那边最上面的架子上。我或许会尝试一下，换换口味。对于不吃乳制品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。今天我们就喝脱脂牛奶吧。我现在就去收银台结账。第27课，车库秩序。这个小空间里放了太多箱子。我们需要彻底整顿一下这个区域。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整理车库？我更喜欢使用高高的金属架子和收纳箱。给每个箱子贴上标签，就能轻松找到东西。我们应该扔掉不使用的物品。我先从地上的旧工具开始。我会把角落里的园艺用品整理好。我们可以把自行车挂在后面的墙上。这将腾出很多额外的步行空间。干净整洁的车库会让整个房子感觉更舒适。我们应该在日落前完成这项任务。我会在商店买一些塑料容器。买透明的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里面的样子。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明智的建议。你搬箱子的时候，我来扫地。我们进展非常迅速，取得了很大进展。今天很高兴再次见到这片地板。我会把垃圾袋放在路边。第28课，早期汽车。这辆车现在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。与现代电动汽车相比，
它看起来非常简单。汽车的研发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。我想，最早的发明家们一定经历过许多艰难的失败。一辆汽车有成千上万个零件，而且需要时间。制造一辆真正实用的汽车需要很长时间。早期的发动机噪音很大，速度也很慢。但它们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。人们终于可以很快的去到很远的地方了。它让世界感觉变得更小，联系也更紧密了。大规模生产使汽车成为每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商品。亨利·福特是该行业的先驱。现代汽车就像装在轮子上的强大电脑。我更喜欢这些老式机器的经典造型。它们拥有非常独特而优雅的设计。我想知道它是否还能开动。只有专家才能操作这台手动发动机。我只想好好欣赏一下闪亮的油漆。我会给你拍一张室内照片。第29课，州长官邸。这座建筑见证了许多历史性和盛大的事件。建筑风格非常壮观，而且非常正式。多年来，英国总督们一直居住在这栋房子里。我可以看到他们的画像挂在这些墙上。他们两人参与了城市规划工作。他们对未来有着非常清晰的愿景。这个房间曾用于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宴。这些家具是用颜色很深、很重的木材制成的。它已被修复，恢复了昔日的模样。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历史之中。外面的花园也是原计划的一部分。我待会儿很想去玫瑰园走走。这座宅邸现在已成为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。保护这些古老的国家遗址非常重要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参观州长的私人书房。我想看看他桌上的那些旧地图。小心不要触摸易碎的纸质文件。我会对这些历史文物表示充分的尊重。我将带你参观墙后的秘密图书馆。第30课，完美搭档。这双鞋看起来很适合长跑，穿着很舒服。垫子踩在疲惫的双脚上，感觉非常柔软。它们能为你的弓形提供足够的支撑吗？我觉得这是这家店里最好的一双鞋。当然，我们一定会尽力找到最合适的那一款。我想再逛一遍这家店。出发前务必检查尺寸是否合适。我的脚趾前面有很多空间。鲜艳的颜色能让你在夜间更容易被看到。这对我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。这个价格在我们计划的假期预算范围内吗？他们正在以非常合理的价格出售。那我们现在就应该立刻买下来。我下个月跑马拉松的时候会穿它们。
你将成为跑道上跑得最快的人。感谢您的耐心和诚恳建议。我希望你避免任何疼痛或未来的伤病。我会立刻把这些交给收银员。我会在正门等你。